回顧2025年，我們的互聯網上群魔亂舞，非常魔幻，精神勝利法層出不窮，逆天言論十分辣眼，天天贏麻，日日領先。但燈塔國呢，一如既往的水深火熱，西方科技是從永乐大典上抄來的。各位早上、半夜、中午起夜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武仁。今天我們來盤點一下那些腦殘降智的言論和事件，為大家洗洗腦子，在2026年增強一下鑑別能力。第一條，康熙是洪承疇的兒子，好家伙，一下子把达子皇帝变成漢人明君了。这故事編的就特別有畫面感啊！就說當年孝莊皇太后為了勸降洪承疇，不惜親自動手，結果不僅勸降成功了，還留下來一個未來的千古一帝。很多人甚至在短視頻裡把洪承疇和康熙的畫像放在一起對比啊，硬說這倆人長得一模一樣，這就是所謂的證據了。但凡稍微動點腦子，或者懂點現代科學，就會發現這事兒純屬瞎掰。首先從遺傳學上講，分子人類學家嚴實副教授早就通過基因研究把這事兒給封死了。嚴教授的团隊對愛新覺羅家族的後代進行了大規模的 DNA 採樣，確定了清朝皇室有一個非常獨特的 Y 染色體支系。這個基因標記就像一個永不磨滅的防偽水印，從努爾哈赤一直傳到了溥儀，中間根本就沒有發生過斷裂或者偏移。如果康熙真的是洪承疇的兒子，那後續整個大清皇室的遺傳路徑早就徹底跑偏到漢人的歐系支系去了。再從歷史的時間線上來看啊，這傳聞也是漏洞百出。康熙出生於1654年，那時候洪承疇已經61歲了。雖然說那個年代吧，61歲生孩子也不是沒有可能，但是你要考慮他的祖母孝莊當時也已經41歲了，在17世紀的醫療條件下，讓一個41歲的高齡產婦去完成這種壯舉，確實太難為人家了。其實就是利用了觀眾對皇權政治的解構心態，覺得這種宮廷秘聞吧就特別帶勁兒，能滿足這種圍觀八卦的快感。背後的推手意圖很明顯，就是利用獵奇來換取流量，表面上是要搞黃漢那一套，實際上是想煽動民族對立，順便通過曲解歷史人物來消解嚴肅敘事。聊完康麻子的血統啊，咱們再看一個更宏大、更腦殘的言論，就是現在網上流行一個所謂的永樂大典學派啊，他們堅稱西方的現代科學全是抄襲翻譯自咱們大明的永樂大典的。他們的邏輯是，不管微積分、蒸汽機還是牛津字典，其源頭就是在這本奇書裡。他們覺得永樂大典不是一本書，而是人類文明的終極解碼庫啊。謠言制造者呢，利用了永樂大典正本失蹤、副本殘缺的現狀，搞出了一種死无對證的神話敘事啊。他們把這本書從存量知識歸檔神化成了增量技術的源頭啊！這種心理其實是一種文化自尊的代償啊！因為咱們的近代史確實丟了很多文物，很多人想通過否定西方的原創性來找回面子，但受害者的記憶轉達成一種知識產權被盜竊的幻想自傲，這種胡亂聯繫只會讓真正的歷史研究變成一個笑話。這種所謂的愛國敘事，本質上就是對祖先智慧的一種褻瀆。除了歷史呢，現代科技也是造謠的高發區啊。這第三條就是蘋果手機會爆炸，這話一出，搞得很多人拿着手機就像拿着個定時炸彈一樣。這事的出發點是2024年黎巴嫩發生的尋呼機和對講機爆炸事件。大家一看，連這麼老的通信工具都被武裝化，就開始擔心自己的智能手機是不是也被預埋了炸彈。謠言推手特別擅長搞認知遷移，他們盯着 iPhone 16的新設計啊，看那層不鏽鋼電池外殼，就硬說這是為了提高爆炸威力的引爆機制。哪怕拆機博主演示的人為損壞導致電池發熱，也會被剪輯成設備自毀的證據。實際上，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能夠支持這些傳聞。當科技產品被賦予濃厚的地緣政治色彩，公眾最原始的生存本能就會取代理性評估。這種恐慌本身就是博弈的工具。這件事的推手就是那些競品廠商了，就是要在公眾心中制造針對特定美资科技產品的硬件恐慌，利用生存危機來摧毀消費信任。說到安全感，咱們可以延伸一下，得聊聊汽車了。汽車行業裡其實有一句長期存在的腦殘言論啊，鴻蒙的 L3 自動駕駛是可以睡覺的。關鍵是還有特別多人信了，而且造成了很多的事故。現在的車企都捲智駕嘛，我們遙遙領先的鼎橋汽車就是用這種不負責任的營銷策略，極大誤導了消費者。更離譜的是，很多人對這種營銷、對這個品牌着魔一樣的信任，感覺脊梁就是菊花賦予的。可惜，當你買了鼎橋汽車，用智駕出了事故，品牌方是不會解決的，他們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現在的真相是，
我們國家對 L3級自動駕駛的責任劃分還沒有出台明確的法律，駕駛員如果真的在車裡睡大覺，那就是用命來試算法的漏洞，遙遙領先25年，不惜花費1000億營銷，雇傭海量水軍，還迷惑了更多低認知、低學歷、上年紀的人，一邊在網上為車企搖旗吶喊、誇大宣傳，還要攻擊那些維權的車主以及其他品牌的產品和粉絲。順着海軍的指引，我們看向日本啊，今年有個智障言論說日本人吃不起大米了，還給起了個名叫令和米亂，理由是日本大米漲價離譜，5公斤一袋的大米從2500日元漲到了4000多日元。這個數據本身沒錯啊，米確實貴了，但離吃不起還有108000里呢。咱們算一筆賬啊，按照東京1163日元的最低時薪，一個普通人工作半個工作日就能買一袋大米了。就像咱們這兒豬肉漲價幾塊錢，大家會抱怨生活成本真的高了，但是絕對沒有到鬧饑荒的地步。日本米價上漲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包括2023年日本平均氣溫創下歷史新高導致減產，還有2024年近3687萬外國遊客訪日把大米的消耗翻了倍。更主要的是日本那個叫農協的畸形組織，為了保障協會自身利益啊，在定價上一直有向上看的傾向。谣言推手故意忽略這些複雜的背景啊，直接把它演化成日本政府要餓死百姓，就是在迎合國人對日本的憎恨，還有對發達國家衰落的預設立場，從而獲得一種勝利的爽感和对比優越感。既然說到發達國家的困境，那第6條呼之欲出啊，就是美國人的斩殺線。斩殺線這個詞兒本來是遊戲術語啊，指血量低到一個點就會被秒殺。現在的網友用它形容美國人的脆弱，就是外表體面，住大房子，開好車，但是只要生一場大病或失業1個月，生活就會迅速崩盤，直接淪為流浪漢。這個說法確實有一定的現實基礎啊。美聯儲報告顯示，美國將近40%的成年人拿不出400美元的應急現金，很多家庭確實是月光族啊，背着高額房貸和學貸。美國的 K 型經濟確實讓富人更富，窮得更窮。最富有的1%人群財富甚至超過了底層90%人群的總和，但謠言的降智點在於，他把這種系統性的風險演化成不可逆的死亡判決，這種敘事就成了從美國濾鏡到美國煉獄的極端認知轉變。推手的意圖很明顯，和日本人吃不起大米一樣了，利用這種冷酷的遊戲化敘事，讓觀眾再贏一把，讓複雜的問題撕裂，把複雜的社會撕裂問題當成恐怖片一樣去消費。聊完國外的糟心事兒啊，咱們還得反思一下自己的心態啊。第7個腦殘言論，各位牛馬應該聽過很多次了，就是惡意補償啊。這種說法太荒謬了，說的是日系或者外資企業在裁員撤退的時候給的補償金會比法律規定的還要多，比如 N+3甚至更多。結果網上人就說這是收買人心，或者是惡意抬高國內用工成本。這些弱智言論啊，我真沒想到有這麼多人相信。勞動者能拿到更多的補償，本身就是法治進步和權益保護的體現，怎麼成為陰謀了？國內的資本家搞996、搞007，裁員時候分逼不給，甚至想辦法把不聽話的員工弄到局子裡去。結果牛馬們反而為這些資本家說話。這種受害者的心態如果蔓延開來，最終受害的只能是每一個普通的打工人。推手的意圖是扭曲正常的法律邏輯，通過泛政治化的解釋來挑撥勞資關係，試圖掩蓋咱們在勞動保障體系的某些短板。同樣的心態出現在國際獎項的看法上，也就是所謂的洋獎不要也罷。咱們得理性看待啊，科學領域的獎項如果是纯粹的技術和學術上的認可，咱們当然得追求，那可是硬實力的證明。但我必須指出，像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这類的獎項，確實長期被政治和意識形態所操縱，他們往往成為西方勢力進行宣傳和輸出偏見的工具，披着普世價值的外皮，幹的卻是政治施壓的勾當。對這種充滿了傲慢和偏見的所謂獎項，咱們確實得持着否定態度。不過問題在於，謠言推手利用這種情緒啊，試圖連帶否定所有的國際交流，就想把咱們的學術界和藝術界鎖死在單一的循環裡。這種學術自閉的心態不僅抹殺了獲獎者的專業成就，也阻礙咱們在全球話語體系中的正常博弈。這種敘事背後往往藏着一種逃避競爭、掩蓋自身短板的意圖。最後我還有一條不吐不快啊，就是所謂的護爺給韓國遊客開眼。因為今年很多韓國人來上海旅游嘛，一些二代嘛就開着車到游客多的街区轉悠。其實他們平时也在這些地兒待着啊。有些短視頻刻意拍韓國遊客與這些奢侈的汽車、奢靡的生活同框，配上那種高人一等的解說，很多視頻一下就火了。然後這種現象級的腦殘內容一時佔據了頭版頭條，搞得好像咱們的富裕程度已經是一流發達國家一樣。
這種現象反映出一種畸形的優越感，就如同看到紐約的高楼，流浪漢也不自覺地挺起了胸膛一樣，用一小撮人的富有招摇对邻居進行这種所謂的降维打擊。这种狹隘的地区優越感不僅加深了國內各地區的隔閡，也顯示了受眾在心理上依然停留在阿 Q 精神的階段。推手們的意圖就是通過構建這種虛幻的階級優越感，通過對韓國的厭惡心理來收割廉價的情緒認同。總的來說，今天我們拆解的這些言論和現象，其實都是信息病理學的典型案例啊。在這個碎片化的時代，算法總是推薦那些讓你極度興奮或者極度恐懼的信息，其根源歸結為3個維度啊。第一，算法操縱和情緒成癮，社交平台傾向於推送那種衝擊力強的內容，形成信息繭房。第二，宏觀焦慮和微觀排解，大家需要通過貶低他國或神話祖先來緩解現實中的挫敗感。第三，科學精神的缺位，很多人雖然生活在科技時代，思維方式卻依然傾向於迷信和權威崇拜，而不是實證和邏輯推演。重建公眾的邏輯自洽能力和事實查證習慣，已經是維護咱們認知安全的第一要務了。希望大家都能在信息洪流中守護好自己的最寶貴財產，那份清晰的判斷力和客觀的現實感。好了，本期節目就聊到這裡，我是五人。如果你還知道什麼腦殘言論或者謠言，歡迎在評論區跟我交流。別忘了點讚關注，咱們下期再見。